想杀我没那么容易，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叶松在湘江遭到暗杀，咱们王家铁定是免不了成为被怀疑的对象。不但是叶松，我相信紫禁庙堂那边同样也会怀疑。毕竟说句不好听的，在那些人的眼里，咱们老王家是最恨不得叶松死的人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，王家的嫌疑可以说是相当大的。为此，我今晚找你们回来，就是想要一个答案，那就是叶松遭到暗杀一事跟你们有关吗？说着，王沧海放眼扫起了在座的所有王家成员来。老爷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咱们王家人的底线一直都摆在那，诚然包括我在内，都想着叶松死，但是想他死跟付诸行动让他死，那是两码事。咱们还不至于糊涂到找人去暗杀他，毕竟后果咱们还是能够掂量的。叶松现在不单是背靠林家，连紫禁庙堂都对他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视。只要咱们还没糊涂到想要自掘坟墓，那都不会走出那一步。你一言我一语，王家众人纷纷急忙表起态来。王沧海没有急着应声，而是一遍又一遍地打量起了在座的王家众人。只是当他的目光扫到他膝下最小的儿子时，心头豁然一颤，可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在王家众人的相继附和下点了点头。老爷子，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叶松怀疑他遇袭一事跟咱们王家有关，从而对咱们王家发起一些报复性的动作来。他不是那种草莽之辈，不至于会冲动到那种程度，但是有一点，前提必须是跟咱们王家无关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既然你们跟叶松遇袭一事无关，那就散了吧。这就散了。火急火燎召他们回来，就说了这么几句而已。虽说一众王家成员心中多少有些错愕不已，可还是没去多说什么。很快，众人纷纷起身离开议事厅，但是身为王沧海膝下年纪最小的王家老三却是没有动弹。秦猛，老爷他真的没事是吗？真的没啥大碍是吗？医生说了，叶等打点滴，静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好，不要担心了，我没事的，这样的事以后绝对不会出现了。你知道不知道我打不通你的手机我有多担心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们怎么活？你还欠我一场世纪婚礼没给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啊！父亲，有线索了。没错，赶在湘江警方之前带到了几个有重大嫌疑的人在哪里？哈利·凯恩的眼中透出了几分极其少有的凶光来。关押地址我发信息给你。好。看到哈利·凯恩结束通话，秦猛、叶成英以及李嘉诚同时急声开口：有线索了。没错，我现在回去一趟湘江。我跟你一同过去。行。秦莽，你也去吧，我在这有九州安保的其他兄弟，可以放心。叶成英本想跟着一块过去的，但想到林正柳会等人很快就要过来，唯有打消了再次奔赴湘江的想法。就这样，在微微泛亮的天色下，李嘉诚跟哈利·凯恩共进秦猛，火速赶往湘江。老三啊，咱爷俩有多久没好好做过了？6年7个月23天。说出这些个数字后，王沧海明显一怔，万万没想到自己随口这么一问，对方竟是会给出这么几个数字来。那就是快7年了，快7年我都没跟你好好单独聊过，你心里头是不是挺委屈的？多少有点，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的。我在咱们老王家始终不上不下，站在王家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混了半辈子都人不人鬼不鬼的。说句难听点的，也就是投了个好胎落在老王家，要不然就我这样似的，怕不是一堆烂泥了。你真是这么想自己的？王家老三沉默不语。如果你当初愿意走仕途的话，我相信你的成就不会比你那些兄弟姐妹中的任何一人差。但你不听啊，无论我怎么劝都好，你都坚决不肯踏入仕途，白白浪费自己的从政天赋啊！首先仕途束缚太多了，那不符合我的性格。其次是一个家族里头，总得有人去趟其他路，大家都入仕途都从容，那些脏活累活谁干呢？所以我从来都不后悔，我选择当一名不务正业的掮客，至少这条路让我觉得轻松，同时也能让我摄取到我想要的种种成就感。而且还能在暗中给王家出力，帮王家的发展扫清障碍，是吗？这让老三瞬间怔愣不已。老三啊，你什么东西都往自个心里藏的性格，是一直都没变过啊。不过你真以为为父不知道你这些年来在暗处为王家做的种种一切吗？不，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在我的一众子嗣中，你可以说是为王家做出了最大贡献的那一个，甚至包括静安，你这些年来在私底下都没少花心思去栽培他。他之所以能成为4、9成新生代第一人，也都离不开你对他的种种帮助跟培养。这些其实我都知道的。老三的身体微微一颤，但仍是没去接茬应声。我之所以一直都没说，那是因为知子莫若父。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将你摆上台面，我知道你更热衷于在暗处为王家发光发热，所以我才会选择去忽略你。不过我现在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就是我错了，因为不管你再怎么想低调都好，作为父亲，我都不该把应当对你的褒奖给忽略的。毕竟你想低调跟我该对你褒奖，这是两回事，两码事。
老爷子，有您老这话，我知足了。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是怎么想的，我之前的想法是，在大仙到来之前，无论如何都得跟你好好谈一谈，谈一谈王家的未来，谈一谈王家日后该怎么走，顺便谈一谈让你去辅助静安的事。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啊，咱们爷俩的谈话就这么突然的到来了，赶上的时机也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时机。这时，听着老爷子这么一番道说的老三倏然脸色一变，似是察觉到了老三的异常所在般。王沧海不再将对话分为往下继续烘托，转而道：老三，你跟我交个实底，叶松在湘江遭到暗杀的事，跟你有关还是无关？此言一出，整个议事厅的温度似乎都随之冷了下来。片刻后，您老认为跟我有关吗？我只能说不希望跟你有关，不希望跟我王家有关。是我找人暗杀他的。你糊涂啊你！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无论暗杀他的最终结果如何，一旦东窗事发的话，你可知等着王家的会是什么？还有，别忘了叶松他手上可是攥着咱们王家的命脉啊！你能够保证那些能让王家阵营分崩离析的材料会跟他一同被埋葬吗？老爷子，我还不至于草莽到那种盲目的程度。那你给我说说，你为什么要找人暗杀他？叶松一日不死，王家头上的乌云就永远不会散去。无论王家再怎么发展都好，到头来都得养他林家鼻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此背景下，您老觉得王家在未来还有机会染指庙堂中心的权势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相信您应该不会否认吧。所以这就是你找人暗杀他的原因，在好死跟赖活之间选择前者。你就没想过，一旦他惨遭不幸后，那些能重创到王家的材料会呈现于世？老爷子，我说了，我不是盲目做的决定，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了。我不否认他手里握着的材料兴许能毁掉咱们王家的根基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就算他手上有着能够摧毁咱们王家根基的材料，他也不会也不敢捅出来。王家风风雨雨几十年，门生遍布全国，不说神州的资源王家占半壁，可至少也有30%。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，您觉得紫金庙堂那边会放任着这种情况出现吗？换而言之，所谓悬在咱们王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更多只是恫吓的作用而已，落不下来。所以在我看来，真正能够威胁到王家的，真正能够阻止王家发展下去的，不是那些所谓的材料，而是叶松这个人。只要有他一天，王家都难以翻身；只要有他一天，王家都得被压着去养其鼻息。你说的没错，悬在王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确实更多只是恫吓的作用而已，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王家没有做出任何过格的行为，并且愿意放低姿态去迎合对方。如今你找人暗杀叶松，你觉得你这套说法还能成立吗？只要对方锁定不了幕后黑手是我，那就依旧能够成立。纸是包不住火的，这种道理还要让我来教你吗？确实，所以我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就已经想过了，如果能够成功暗杀掉叶松的话，那么到时若是查到我身上来，我就一命换一命。为了王家的未来，我可以牺牲自己，我也愿意牺牲自己。听到这句为了王家的未来我可以牺牲自己，我也愿意牺牲自己，王沧海倏然抖颤起来，老脸彻底动容。却见王老三苦涩一笑，可惜的是失手了，没能让他当场毙命。说到这，王老三顿了顿，老爷子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如果您想让我去自首的话，我肯定没二话，听从您老的命令要求。此刻迎着老三投来的眼神，王沧海心中犹如利剑扎入，喉咙一阵频繁蠕动后，老人杀声道：你糊涂啊？为什么你就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为什么要如此自作主张啊？如果我跟您说了，您肯定不同意。叶松没死，这就是转机根于底，能够暴露你的那些，你能够收拾干净吗？能够确保一定追查不到你身上来吗？不确定，我只能说能查到我头上来的概率很小很小。王沧海没说话，把脸转向另外一侧，陷入了深思中。许久，老人犹如被掏空了全身气力的说道：罢了，先让静安去试探一下叶松那边吧。不用你来，静安应该还在外头等着我，这几步路我还是走得了的，你就好好在这反思反思吧。如果让我选，我更希望我王家子嗣上上下下能够齐齐整整，留得青山在，永远都不愁没柴烧。这一代没完成的事，可以让下一代来；下一代没完成的事，还可以让下下一代来。说完，王沧海这才步履蹒跚的继续缓缓往外走去。